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便秘对身体的危害很大，如果长时间不排便，体内就会堆积毒素和垃圾，引起各种疾病。那该怎么缓解和预防便秘呢？大家可以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。第一种食物，燕麦。燕麦是常见的食物，很多人喜欢吃。燕麦呢属于粗纤维食物，有增强肠胃蠕动、润肠通便的作用，所以平时多吃点燕麦可以帮助改善便秘，养护肠胃健康。第二种食物，蜂蜜。当出现便秘的情况时，适当喝点蜂蜜水也是好的，因为蜂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，有润肠排便、清肠排毒的功效。每天晨起呢喝1杯，能促进排便，帮助缓解便秘症状。便秘是很多人都遇到的难题，大多呢是因为饮食不规律、经常不运动导致的。所以想要预防便秘，平时还要多运动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或者可以用冬瓜和荷叶泡水喝。冬瓜有利尿的作用，荷叶则有通便的效果，所以这2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能更好的促进排便，帮助改善便秘。我们的生命是离不开心脏跳动的，那怎么知道心脏好不好呢？可以看这2个地方。舌头，正常舌头应该是淡粉色，但如果发现舌头发红，同时呢伴有心慌、心跳过速等症状，就可能是心脏出现问题了。耳朵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耳朵，如果出现很多褶皱，也可能是心脏出现问题。如果是心脏不好，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很简单，就是按摩大鱼际。将手掌伸开，拇指根部这里凸起的地方就是大鱼际，和呼吸器官关系密切。按摩时可以双手对搓，每次搓5分钟左右。大鱼际是心脏的反射区，这样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养护心脏健康。如果经常感觉心悸、胸口憋闷，就可以按摩大鱼际。除此之外，常喝大麦茶也有养心护心的作用哦。就目前来说，新冠肺炎的传播方式主要有3种：飞沫传播、接触传播，还有一种气溶胶传播。那什么是气溶胶传播呢？就是说患者的飞沫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，被吸入后就会被感染。它和飞沫传播是不同的，它容易存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。那么针对气溶胶传播，专家提醒大家要注意以下3点。第一，注意室内通风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，都要经常的开窗通风，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。第二，勤洗手，不管我们做什么防护，洗手是必要的。勤洗手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被感染的几率。第三，口罩一定得戴。在知道气溶胶传播方式之后，戴口罩那就是必须的了。口罩呢可以过滤颗粒直径较大的气溶胶，对预防病毒有。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在持续当中，那么为了个人和他人的安全呢，居家消毒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要注意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，每次半个小时左右，同时呢也要注意保暖，不要感冒了。然后要勤洗手，避免到人多的地方。如果外出呢，要戴口罩，回来用消毒剂洗手，擦拭手。收拾家里卫生的时候要对地面、桌面、家具等地方消毒。那用消毒液擦拭不少于15分钟，然后再用清水擦，这样可以去除残留的消毒液。还有家里的毛巾、衣服等等，可以放在阳台上，让阳光暴晒消毒，或者煮沸消毒都行。最后是餐具等用品也要煮沸消毒，最少15分钟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消灭细菌的作用。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如果用完消毒液，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。如果家里有老人、孕妇、小孩的，要让他们待在没有消毒的房间，可以一间一间的进行消毒。过年应该是一个值得欢庆的节日，但是今年却有些不一样。现在不管是手机上还是电视上，大家听到最多的肯定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。那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很多人就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被传染了呢？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来区分一下普通感冒和新冠肺炎。首先，如果是普通感冒的话，主要的表现是鼻咽部上呼吸道症状，比如鼻塞、流鼻涕、打喷嚏。那咳嗽一般都是湿咳。那如果发烧的话，那经过服药之后就会有所改善。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呢，会有发烧、干咳的情况，发烧一般是在37.3度到
39度之间。除此之外呢，还会有身体乏力、肌肉酸痛以及腹痛腹泻的情况，严重的还会出现呼吸困难、胸闷气短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才行。那大家呢要正确的区分，千万不要出现恐慌。平时呢要做好预防工作，少出门、少聚会，多通风、多消毒，经常洗手。出门记得戴口罩，这样呢既对自己负责，也对他人负责哦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呢是很强的，所以呢很多人都害怕。其实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不易被传染的，那是哪些人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安全意识强的人。那现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人出门不戴口罩，也不注意呢消毒和洗手。那这样的坏习惯就会给病毒可乘之机哦。但如果你少出门呢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消毒、多开窗通风，这样也不会让新冠病毒找上你哦。第二个，免疫力强的人。那我们会发现如果自身免疫力强的话，平时呢也会少生病。那免疫力就是身体的防护墙，它呢能够帮助我们抵抗病毒，所以呢只要自身免疫力够强，患上新型冠状病毒的几率呢也会减少。第三个呢就是不喜欢抽烟喝酒的人。那烟酒中呢都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，经常抽烟对肺部健康不利，会使肺功能下降。那喝酒则不利于肝脏的健康，也会呢影响到肺部的健康。所以不抽烟喝酒的人，肺功能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，这样呢更不容易被新冠病毒侵袭哦。那上面的这3点，如果你占的越多，或许病毒越不敢靠近你哦。通过最近的数据显示呢，我们会发现疫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被治愈的人呢越来越多了。但是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那一个人虽然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，但是却没有什么症状，但是和他接触的人却被确诊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专家表示，这可能是这个人自身免疫力比较强大，然后呢把病毒清除掉了，自己自愈了。所以呢，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出免疫力强是多么的重要。对于年纪轻、身体素质好、免疫力强的人来说是不容易被感染的。那就算被感染了呢，恢复的也会比较快。但是呢，对于免疫力低的人就很容易感染了，并且呢发展成重症，尤其是中老年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平时要好好的加强免疫力才行。大家呢可以多进行运动，多晒晒太阳，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这样呢有助提升免疫力，抵抗病毒哦。新冠肺炎来势凶猛，虽然现在还没有特效药，但是我们只要把好3道关，或许病毒呢就不敢靠近你。第一个，增强免疫力。我们每个人免疫力呢各不相同，对于免疫力低的人要做的就是要提高自身免疫力，加强锻炼，保证良好作息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抵抗病毒。第二个，清洁消毒。那在这个紧要关头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是很重要的，不管是家里还是办公的地方，都要每天消毒，记得勤洗手，这样呢病毒也会远离你。第三个，自我行动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个新冠病毒呢是可以人传人的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，出门戴口罩，多开窗通风，少聚集，这样也可以减少被传染的几率。上面这3件事，如果你都能做好的话，那么也能更好的预防新冠肺炎了。我们一起加油！现在新型肺炎的战争还在继续。从目前来看，我们会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容易找上老年人，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免疫力比较弱。那感染上新型肺炎最典型的症状呢，就是发烧和咳嗽。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也容易出现几种不典型的症状。那就是食欲不振和浑身乏力。有的人出现呢这2种症状，但是却没有发烧咳嗽的情况。不过对于老年人，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，要时刻检测他们的体温，观察是不是出现别的异常情况。如果实在担心，建议大家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。在去就诊的时候，也要注意做好防护工作，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那老年人平时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工作呢？建议大家没事尽量不要出门，在家也要勤洗手，
屋里适当的进行消毒，还有提高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，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在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，这样呢有助增强免疫力，对预防病毒也有帮助。现在出门呢，你会看见每个人都戴着口罩。那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呢，来势汹汹。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治疗，但是呢，他害怕3样东西哦，早知道早预防。第一个，害怕呢强大的免疫力。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，我们会发现死亡病例中呢，中老年人比较多。其实呢，这就和自身的免疫力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如果你免疫力非常强大的话，那么病毒也容易被赶跑哦。第二个呢，害怕高温。那经专家们研究发现这种病毒在温度达到56度以上时呢，它们是很难存活的。不过这个温度呢，要坚持到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彻底的将病毒杀死哦。第三个呢，是害怕高浓度酒精。那除了高温，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害怕高浓度酒精的。如果酒精浓度呢达到75%以上，病毒就会失去活性，也不具传染性了。所以大家呢知道了这3点，也就有利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喽。好啦，就说到这里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